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银铃智慧，这里是为您准备的健康贴士，专为50岁以上的您打造。今天的主题尤其重要，医生紧急提醒：70岁以后有5个动作，如果继续做，可能会毁掉双腿，不仅导致膝盖退化，甚至可能提前失去行走能力。您是不是觉得我只是老了，不灵活很正常？可有些动作不是年龄的错，是做错了还在坚持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5个动作，您该停了。还有更安全的替代方法，让您腿脚更轻松，走得更稳。别走开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很多人天天都在做，可它才是膝盖杀手。停止动作1：深蹲起太猛，膝盖负担大。许多长辈觉得坐下就坐下，站起来就站起来，可其实70岁后起身太快，伤膝盖特别狠，尤其是从矮凳子、床边或厕所蹲坑起身的时候，膝盖一下子承压巨大。王伯伯今年74岁，一直以为自己身体硬朗，但最近半年他起身时膝盖总是咔咔响。一次洗完澡蹲着擦地时，站起来竟然差点摔倒。医生检查后说，他的膝盖已经出现退化性损伤，原因就是长期蹲起太猛，加上没有保护动作。医生提醒，70岁后蹲起动作要慢，快速起身容易让膝盖磨损，膝盖周围的软骨在变薄，关节滑液也比年轻时少了。若再用爆发力起身，那就等于给膝盖放火。替代动作怎么做？第一，起身时双手撑膝或扶桌边。第二，慢慢转动身体后再站起。第三，如果是从地上起身，一只膝盖先撑地，手撑着再起来。第四，坐下时不要砸下来，屁股快碰到椅子时缓一缓。每个动作都放慢节奏，就是在保护膝盖。建议家里椅子高度至少45公分，过矮的凳子换掉。马桶加装辅助扶手，您会发现轻松很多。站起来不要靠冲劲，而要靠稳劲。停止动作2：上下楼梯不扶手，容易跌倒骨折。很多人年轻时习惯了上下楼梯，手上空空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可年纪大了还这样做，反而是对身体的一种挑战。70岁以后，平衡力明显下降，腿部肌肉反应速度变慢。如果还硬撑着不上扶手，一旦踩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李阿姨72岁，住在3楼，每天上下楼梯都是自己提着菜，两手空空，靠脚力支撑。有天下雨，台阶有些湿滑，她一脚踩空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膝盖直接磕在台阶边上，骨裂，需要卧床休养3个月。从那以后，她走路开始害怕，连楼都不敢下。医生指出，老年人最怕的不是慢，而是摔。跌倒一次，有些人就站不起来了。很多时候不是身体出了问题，而是没有用对方法。那么怎么做才更安全呢？正确方式如下：第一，任何时候上下楼，请一定使用楼梯扶手。就算您觉得自己还可以，手扶一下，能让身体更稳定。第二，动作放慢，重心前倾，别抬腿太高，也别跨步太大，一步一步走稳，比快更重要。第三，鞋底要防滑，尤其下雨天或地板湿滑时，建议穿戴抓地力的软底鞋。第四，如果两边都有扶手，选择手力更强的一边扶持，另一只手尽量空出来，保持身体平衡。第五，如果家里是老旧楼梯，建议安装荧光贴条或小夜灯，晚上起夜更安全。再提醒一次，70岁后摔倒不是小事，每一次硬撑都在冒险。不扶手上下楼，看起来像勇气，其实是对自己太冒险。真正聪明的做法是给身体更多保护。停止动作3：长时间久坐不动，血液循环变差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？一看电视就是1-2个小时，或者一坐下看手机、看报纸，就不知不觉过了半天。但医生提醒您，70岁以后最怕的不是走得多，而是坐得久。长期久坐会让血液循环变慢，下肢容易水肿、麻木，更严重的还可能形成血栓，尤其是腿部肌肉不再活跃，静脉回流效率下降，血液容易堵。
在下肢，久而久之引发各种健康问题。一个真实案例，张爷爷76岁，退休后生活安稳，每天吃完早饭就坐着看电视，午饭后再坐一会儿打盹，一整天基本都坐着。几个月下来，他发现小腿发胀，脚底有时还发麻、刺痛。去医院一查，医生说这是典型的静脉回流障碍，再发展下去有血栓风险。医生建议，第一，每坐30到4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，哪怕是站起来走几步，也能刺激血液循环。第二，可以在家准备一个小水瓶，放在脚下当滚轴，不动身也能轻轻滚动脚底，帮助舒缓腿部血管压力。第三，如果您坐着看电视，可以时不时提提脚跟，点点脚尖，这些简单的小动作对血管非常有益。第四，别翘二郎腿，这种姿势会压迫一侧血管，让血液更难流动。第五，坐姿尽量端正，靠背要支撑到腰部，不要窝在沙发里久坐不起。建议加分做法，午饭后不妨散散步，哪怕10分钟也比一直坐着强。养成动一动的习惯，胜过吃补品。一句话提醒：久坐不是休息，久坐是在慢慢锁死双腿，让身体时常活动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停止动作4：敲脚穿裤子或单腿穿鞋，平衡力不足容易摔倒。很多人穿裤子换鞋时图省事，习惯性单脚站立，一只脚提起来，另一只脚撑地完成动作。但到了70岁以后，这种动作非常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年纪的身体平衡能力、反应速度都大不如前，再加上腿部力量减少，一不小心就会重心不稳，摔倒当场。另一个真实案例，陈阿姨73岁，早上洗完澡准备穿裤子，一只脚抬起来还没穿好，突然重心一晃，整个人向后跌倒，臀部着地，伤到了尾骨。去医院一查，是轻微骨裂，要躺床2周，连坐都坐不稳。医生说，像这种穿裤穿鞋摔倒的老人，每个月都有送来几位，因为这类动作看起来小，但隐藏的风险很大。医生建议，第一，穿裤子、穿鞋时，请务必坐下来进行，选择一把稳定、有靠背的椅子，最好椅子不要太软，方便起身。第二，裤腿不要太紧，太紧的裤子穿起来费劲，容易拖得久，影响动作稳定。第三，如果行动不便，可以选用宽松裤，弹力腰头，减少穿脱时的拉扯。第四，穿鞋最好选用一脚蹬款式，或者使用长柄鞋拔，避免低头时间过长或弯腰过猛。第五，尽量避免在湿滑地面穿衣服，特别是浴室地板或瓷砖上，建议先擦干地面再操作。第六，有沉降问题的长辈，早起时建议先坐床边活动关节，再慢慢穿衣，不要急着站起。穿裤穿鞋不是小事，一脚提起就是一个考验。与其耍帅，不如安全坐下慢慢来。坐着穿衣不是示弱，是爱护自己最聪明的方式。停止动作5：提重物、爬楼或搬东西，伤膝盖又伤腰，许多长辈都有这样的想法。我自己还能动，买菜、提水都不麻烦别人，这份勤快值得尊敬。但医生提醒您，70岁以后，重物不是越能提越好，反而要越轻越好。提重物上下楼或长时间拎东西走路，对膝盖、腰椎的伤害非常大，尤其是膝关节本来就承重多，再加上年龄导致的软骨退化，只会越用越磨损。刘叔叔今年75岁，身体硬朗，习惯亲力亲为，每次去市场都买上2袋菜，左手1袋，右手1袋，走3层楼梯回家。后来他开始感觉膝盖疼、腰酸，一开始不以为意，直到有一次，他刚提完菜爬楼，腰一阵刺痛，整个人动不了了。去医院一拍，发现腰椎间盘突出。医生说，很多长辈就是靠扛撑着生活，却没注意到身体在慢慢被压垮。医生建议，第一，超过70岁，尽量避免提重物爬楼，重物最好分开提，一次不要超过5公斤。第二，使用拉杆小推车，可以有效减轻手臂与腰部压力。第三，上下楼时不要拎着重物走太快，
应一阶一阶慢慢走，可将物品放在楼梯平台稍作休息。第四，家中买大米、饮用水时，建议请家人或送货员送到厨房，避免自己重复搬运。第五，动作不稳时，更不要强行搬动家具、桶装水，这些看似简单，其实是最容易导致受伤的动作。第六，感到腰酸膝痛时，立刻减少搬重物，可使用护膝、护腰工具辅助支撑。不是不能动，是要动得聪明。累坏了膝盖和腰，恢复起来要花上几个月，有时甚至一辈子都难回原状。该放手时放手，不是依赖别人，是保护自己。总结：不止不行，科学行动才是长寿秘诀。很多人一直以为每天走一走就是健康的保证。确实，步行是个好习惯，但如果只靠走，却忽视了身体其他关键部分的锻炼，那就像是只擦一边的窗户，另一边早晚会模糊。今天我们讲的5个动作，不是让您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提醒您，有些习惯到了某个年纪就该调整了。再帮您简单复习一遍：第一，不要猛然站起，起身动作要慢，扶着起来。第二，上下楼梯一定扶扶手，一步一稳，比快更重要。第三，不要久坐不动，每30分钟起来走动一下。第四，穿裤穿鞋请坐着完成，别再单脚站立冒险。第五，避免提重物爬楼或搬大物件，保护膝盖和腰比什么都重要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，才会看到变化。别等摔倒了才想起来保护，别等膝盖痛了才开始保养。每天多注意一点，您的身体会回馈给您更多轻松。在这个阶段，健康从来不是拼命争来的，而是用心手来的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稳稳的双腿、挺直的身姿、自由的行动力，去享受每一个美好的日子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，也欢迎把这段视频分享给您的家人或朋友，让更多人一起走在健康的路上。您有没有曾经犯过今天讲的这些错？或者您还有哪些仰腿护膝的小妙招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我们非常愿意听听您的经验。银龄智慧，愿与您一起走得更稳，活得更好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